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塔罗的低语，我是 Nico 啊。那我们今天要占卜的课题是你们在未来会收获到的喜讯，迎接到怎样的好的转变。那在我们面前呢有三组牌，从左到右分别是第一组牌、第二组牌、第三组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直觉选择和你们连接最紧密的一组牌，稍后的话我会做出一个解读。那么大家在选牌的过程当中，可以在弹幕上打出领取好运，来领取你们的专属好运。好，那我们现在可以开始选牌了。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一组牌啊。那第一组牌的话，我们抽到的第一张牌就是一个星币女皇的逆位啊。逆位的话，就是你们可以先看一下这个星币女皇她手里的东西啊，它其实是一种日常生活的这种琐事的堆积，就是你们有一大堆未完待办的事情，每一件事情都是小事，但是它们堆积到一起就会让你们感到很头大。当它变成逆位的时候呢，就是说在接下来可能说会有一个人帮助你们把生活当中的这些琐碎的事情处理好，或者说你们能够暂时的去摆脱这些很琐碎的事情，或者说你们可能在接下来会一口气把你们之前堆积的事情啊全部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通通搞定啊，它是一种其实是从无序变成有序的状态。那么第二张牌呢是 Judgment 的审判，这张牌呢其实是你们生活当中的绝大部分烦恼啊都来自于人际关系带给你们的烦恼。所以说我觉得抽到这组牌的你们可能说有一部分人啊会有一点社恐，就是你们越想要寻求亲近，就越会有一些人来闯入到你们的生活当中啊。所以我觉得在未来的这种喜讯呢，可能就是你们不需要去被迫的参与到无效的社交当中啊。这张牌给我的感觉呢，就是你们可能会有一点焦虑啊，而且呢，这种焦虑呢，它不是一种自发的情绪，而是被周围的人所影响啊。你们本身的性格呢，就很容易被身边的人或者说一个大环境的这种氛围所影响。所以我觉得可能你们在接下来会做一个断舍离啊，去把一些人剔除出你们的社交圈。其实我觉得牌面上的这种就是我刚才提到的社恐这个概念啊，它不是一个贬义词。我觉得社恐啊，包括你们的社恐其实是选择性社恐，就是有一些人啊，你们会感觉到你和他们的这种能量场或者说八字不合，所以我觉得你们没有必要因为自己的这种社恐而感到有什么不妥，那是因为你们的身体在尝试着通过这种方式来告诉你们，有一些人你们需要远离。那么第三张牌呢是 Knight of Swords， 宝剑骑士的话，可能说你们在接下来会有一些很密集的、很有深度的思考，可能是会阅读一些书籍，或者说碎片化的信息。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啊，你们会无意当中发现你们之前求而不得的问题的答案，就在你们接下来要阅读的一本书，或者说你们无意当中接收到的一些碎片化的信息当中啊。所以说这个它是有一定的随机性的，有一点点歪打正着的感觉，就是有一些问题的答案啊，你们可能苦苦的就是有一种寻寻觅觅，但是呢就是怎么说呢，这个应该说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感觉。那么第四张牌呢是 World 啊，世界牌。世界牌的话，其实它相当于是一种精神层面被某种灵感所击中啊，就是你们可能在一些事情的推进，或者说在创作某种作品的时候，你们有一种阻塞和卡顿。那么这种顿悟呢，它会让你们的精神突然有一个扬升，就是会有一种顿悟的这种感觉，恍然大悟啊，内心的心结被打开。它其实是一种非常释然的状态啊，它是一种精神层面的这样的一个扬升。那么这张 Star 呢，星星牌，这张牌给我的感觉呢，它有一点像是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当中啊，可能说你们的手机会突然一亮，就是在黑暗当中的一抹亮光，可能是某个人给你们发来的消息，或者说你们所期待的某个事情的结果会在深夜见分晓。那么这个星币骑士这张牌，它更像是
就是在你们生活的角落当中发现了一些很小的惊喜，比如说你们会突然意识到自己在某些地方放了一笔钱啊，或者说无意当中发现，也有可能是你们在整理自己的物品的时候，在清理和打扫的时候，你们会找到一些你们之前一直想找但是又找不到的东西。所以说这个星币啊，它还有一种很强的摩羯的能量，就是有一些事情你们一直在做，一直在不断的重复的做，不断的重复的练习，简单的事情重复做，重复的事情认真做。其实你们都没有意识到啊，你们其实已经完成了一个很大的突破了，就是因为它在一点点积累的过程当中，让你们无意当中已经突破了那个瓶颈期。所以当你们回看自己的人生啊，你们就能够发现你们其实已经走了很长的一段路了，你们已经跨越了很多在当时的那个时候来看很多无法跨越的难关，你们已经迈过去了。所以我觉得抽到这组牌的你们呢，需要给自己一个肯定啊，就是因为你们有的时候会渴望外部世界对你们的认同，但是其实最大的认同是来自于你们对自己的认同。而且呢，本身土象特质它有一种内在的配得感，就是你们不要认为你们没有资格得到那些你们想要的东西，你们足够配得上那些美好。所以我觉得你们需要在人生当中啊，你们要有一种逆周期调节自己的心态的这样的一种策略。比如说，如果你们现在在经历一个很艰难的阶段，那你们就要多肯定自己，多鼓励自己。如果说你们感觉现在的人生啊非常的顺利，做什么事情都事半功倍啊，这个时候反而要提醒自己，要警惕那些太容易得到的快感会积累一定的风险。那么这个权杖女皇呢，它其实代表的就是你们在接下来会有一个新的计划。权杖它有很强的这种行动力，就是你们会把那些一直想做的事情付诸于实践和行动啊。其实这一张牌呢，它不存在什么最好的机会，因为当下就行动比找到正确的时机要更重要啊。而且呢，其实我在这个权杖女皇这张牌面当中呢，我也看到了一种迎难而上的勇气，它是一种不妥协、不屈服、不轻易去退而求其次的勇气和力量。所以请你们一定要相信自己啊，也期待那个未来的自己会变得越来越好。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投币，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二组牌。第二组牌的话，我们先来看这个圣杯六啊。这个圣杯六的话，感觉是接下来可能会有人给你们搭一把手，或者说可能是你们小时候某个很要好的朋友会和你们重新取得联系。如果说这张牌它对应到感情的话，就代表的是在未来，会有一个人，他给我一种就是可能和你们青梅竹马的感觉，有可能是你们小时候的某个玩伴的出现。然后这个人的出现呢，他能够让你们重新回归到，或者说重新抵达天真的一种感觉。对，就是有这么一个人，他的出现可以让你们立刻变成小孩子，去重新找回那种很简单的快乐。所以说这个牌面上显化的这个圣杯六呢，可能是你们一直渴望的是那种简简单单的爱情啊，就是圣杯六它本身就对应的是一种很简单的、很纯粹的美好，流动在两个人的关系当中啊，这是你们在未来会体验到的一种很特别的感情，或者说很特别的一种关系。那我们抽到的第二张牌呢是 Eight of Swords，宝剑八啊，我觉得你们可能特别需要休息。为什么？因为休息对你们来说是一个既重要又有挑战性的课题。因为有的时候，不是说你们想休息就可以休息的，你们有的时候会感觉自己在身心极度疲惫的状态下，反而会睡不着觉，又或者是你们在做某件事情的过程当中，做着做着自己又会睡着。所以我觉得可能你们接下来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或者说有一大片的时间，可以让你们去好好的睡觉啊，让你们一直以来高速运转的大脑和身体得到一个充分的休息和充能。
所以这张宝剑八呢，给我的感觉就是你们有着很重的心事。那么这个 King of Pentacles 啊，星币骑士，它是你们在接下来的工作和学习当中要注意的一些细节。而且呢，这个星币的话，它象征的是一些事情的发展会取得一个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结果。因为星币本身它其实对应的是这种实实在在的收获，可能是某种物质上的奖励，或者说收获，也可能是你们能够实实在在看到自己的进步啊，它是可以被衡量的。而且这个星币骑士它还有另外一个层面的解读呢，就是可能在接下来会有某个人向你们偷偷的提出某个建议或者说合作。那么抽到这组牌的你们可能在默默的做着某个计划或者说决定。这个星币骑士呢，它其实是有一点这种在别人看不到的地方努力的这样的一种感觉。那么这个Ace of Wands 这个权杖一的话，这张牌它其实是你们之前在一直默默的行动，或者说默默的做着某件事情某个计划，它会让你们在接下来一击即中啊。就是说这个权杖一它有一点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感觉。这种突破呢，它是来自于你们之前一直在很低调的默默的做着某件事情，然后等你们取得了一个很重大的成果被周围人知道的时候，你们会收获到很多的祝福和赞美啊。这个权杖一的话给我的感觉就是，当你们打通了一个点，就是这个困扰你们的阻碍一旦被打通了，它就是说有一种一通百通的效果。就是其他的问题它也会不攻自破。所以这张牌我觉得其实是在告诉你们，就是如果你们现在面对的问题太多，一定是有某个问题，就是某个根源上的问题导致了这些问题的出现。只要你们能够解决那个根源上的问题，其他的问题全部都可以迎刃而解，连根拔起。所以说看似是一头乱麻，但是其中只要解决了某个点啊，其他的问题全部都会不攻自破。所以说其实有一些事情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复杂和麻烦。所以说这个 Eight of Pentacles 就是在一种一团乱麻的这样的一个很复杂的这种事情当中啊，那些看似杂乱无章的事情，其实在你们仔细的进行了一个梳理整理之后，你们就能够看到突破它的点。所以说其实再复杂的事情它也可以不断的抽丝剥茧，把那些复杂的问题分解成一个又一个的小问题，然后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针对性的解决，把大的问题化解成小的问题。所以说这个星币八呢，我觉得它其实不是，就是你们现在遇到的这种挑战和考验呢，其实不是在考验你们的能力，而是在考验你们的耐心，看谁能更关注到细节，谁能撑到最后。我觉得最终胜利的人呢，他不一定是最有能力最优秀的人，而是那些最能够坚持到最后最有耐心最细心的人。所以说遇到问题不要急，让自己冷静下来，然后把问题逐步的分解。那么这个高塔牌呢，其实就是有一个好消息啊，对应的是抽到这组牌的一部分人，就是你们已经走过了一段非常蜿蜒曲折的道路了，就是在你们的身后啊，它是一条弯弯曲曲的道路，就意味的是你们其实已经熬过了那个最艰难的阶段了。或者说对于抽到这组牌的你们，在接下来啊，就是未来的那个喜讯是你们终于可以离开某个地方了。所以说对于抽到这组牌的一部分人来说，你们可能很想要逃离你们现在所处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高塔呢，其实这张牌有一点就是收拾家当连夜跑路的感觉，就是其实是你们终于能够离开一个你们一直感到厌倦的抗拒的环境。所以说这个这个高塔牌可能是有一种换工作啊，或者说换学校啊，或者说乔迁新居啊。那么这个权杖八呢，权杖八其实它很像是，就这张牌很像是那种在行军打仗的时候
发起最后的冲刺。就是我觉得在接下来你们会经历一个很充分的休息和调整，然后整个人会奋起直追，就是你们的状态其实是会有点势不可挡的感觉。你们会从某种事情当中或者说你们会从某件事情某个人的对话当中汲取很强的力量，或者说对自己突然有了很强烈的信心。然后这个权杖八它其实是一种很快速的很高效率的这样的一种行动或者说很快速的能量。就是有些事情的话，可能你们会就是有一点怎么说呢，大力出奇迹或者说你们下定决心去攻克一些事情，它能够很快的得到一种突破。就之前陷入到的这种停滞和卡顿，其实是源自于你们的决心或者说信心不够坚定。那么这个权杖八呢，就是说在这种强势之下能够快速的突破这样的一个困顿和瓶颈期。所以说这个权杖八呢，就是你们一开始逼自己进入到某个状态当中它就是会很难很磨人。但是一旦你们进入到状态的时候呢，你们又能够势如破竹我觉得这就是这组牌想要传递给你们的，就是关于你们那个人生最难熬的阶段，可能说你们正在经历，或者说你们马上就要熬过去了。那么在接下来呢，你们会迎来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对，你们已经在一个正确的轨道上了，注意调整自己的方法和策略，在未来的世界当中有你们所热爱的一切。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投币，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三组牌。那第三组牌，首先我们抽到的这个权杖国王呢，你们接下来会就是说未来的喜讯，或者说你们接下来得到的这个好消息呢，就是说你们可能会有惊无险的从某种困境当中解脱出来。因为权杖国王身后的这一片火海呢，可能是某个水深火热的环境，或者说是一种激烈的竞争，又或者说你们从某种恶性循环当中解脱出来了就是有些事情可能你们埋头往前一冲它就熬出头了。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权杖国王，因为它也是一种很强的这种权杖的能量的话，就是你们可能之前一直拖了很久的事情终于会开始行动起来的感觉。就是有些事情其实最难的那个阶段是你们想做但是还没有开始做的时候，这个时候你们可能会很纠结，会很容易给自己打退堂鼓。但是当你们就是迈出了第一步以后，熬过了那个阶段，你们会发现其实好像也没有你们想的那么难那么第二张牌呢，战车它其实就是一种放手一搏往前冲的感觉，就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们。而且这个战车牌就是你们会掌握自己生命的一个节奏，你们可能不会跟着大部队走而是你们有自己的一些想法，你们走的是一条只属于自己的道路这个战车牌是你们会逐渐的拿回属于自己人生的一个主导权，去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那么这张第三张牌皇帝呢，皇帝它其实对应的是在接下来可能会有一个男性贵人，当然也有可能是一个女性，但是呢他们有着很强的气场，对，而且呢这个贵人的话，他们就是他会在你们的这种生活或者说事业当中呢，他会给到你们一些帮助而且他不会拐弯抹角，是直接给到你们帮助的，可能说直接把某种资源给到你们，然后让你们去放手一搏。所以说这个贵人呢，他是一个很强势很直接的这样的一个人而且你们和这个贵人的沟通呢，也不需要太委婉或者说太拐弯抹角，就是你们只要直接的说出自己的诉求，这个贵人他就会满足你们。就是你们两个人之间可能是有着某种共同的利益或者说共同的目标。而第四张牌呢是 Temperance 这张牌呢，它是一种节制，它相当于是你们的计划，你们之前制定的计划正在逐渐的奏效。对，这个计划可能是一个很小的计划，也可能是一个很大的计划，但是一般抽到节制牌就代表的是它开始逐渐的产生效果了。比如说你们决定要
健康饮食啊，决定要戒掉奶茶，戒掉一些高热量的食物，那么这个节制牌就意味的是你们所做的这种努力啊，在接下来会看到一些成效或者说好处，你们会发现自己的体重下降，或者说变得更健康了。那么节制牌呢，它一方面是克制自己不健康的某种欲望，然后你们会从中受益，而且呢，这种不健康的欲望可能也会和某种物质有关系，比如说戒除掉一些大手大脚的消费习惯，然后你们会发现手头可以支配的金钱和资源它变得越来越多啊，诸如此类的一种，就只要你们在开始克制，或者说让自己从某种依赖的东西当中解脱出来，那么这张节制牌它就会给你们带来诸多的好处。当然节制的话，它其实也有一种强制让自己休息的感觉，因为它相当于是一种能量的转换，可能说你们现在得换一换脑子。比如说你们之前一直从事大量的这种脑力劳动啊，密集的思考，大量的背诵，那么接下来的话，你们可能要让自己的大脑休息一下，然后让自己的身体动起来。那么这种休息呢，其实它不是直接让自己躺平，而是说让自己高速运转的那部分休息，然后让一直休息的那部分运动一下，就是你们会重新达到某种平衡的感觉。那么这个宝剑二呢，宝剑二其实是你们当下你们的眼睛是被蒙住的，就是你们会因为看不到未来而感到很焦虑，你们很急切的想要知道问题的答案，很急切的想要去突破某个困境，但是你们越想摆脱，可能就会越被困住的感觉，越想摆脱越被困住啊。所以说你们在挣扎着寻找人生的可能性啊。宝剑二这张牌其实就对应的是你们一直以来都有选择的权利，但是可能你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忽略了一些东西，也就是说你们的人生存在着一种可能性。你们手上的两个宝剑代表的是你们未来可能会选择一条你们从未设想过的道路啊。这个宝剑二给我的感觉就是你们可能现在被内心当中的某种执念所困住，有一种无形的枷锁把你们困住了，让你们在某种错误当中不断的重蹈覆辙。所以说宝剑二呢，你们索性把自己的眼睛蒙住，然后诚实的长久的向内看。当你们完成了这样的一种转变的时候，你们会发现真正的答案就在你们的内心当中，就是你们的内心当中早就已经有答案了。那些求而不得的东西，其实答案一直在你们的身边。所以有些东西它是不能够用眼睛看的，你们要用心去感受，用心去体会那些真正重要的东西。那么这张太阳牌呢，它是一种很温暖的力量，就是说让你们感觉如果自己在就是无边的黑暗当中有一点撑不住的话，那么这张牌就告诉你们黎明将至啊，天亮以后就会很美。而这张牌我觉得它也对应的是，如果你们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的话，那么你们最终落脚点啊，你们的归途一定是某个温暖又光明的地方。对，那么这张圣杯四呢，它是就是在你们整个人情绪很低落的这个阶段呢，它会有一个人刚好在你们的身边，给你们一种心理的慰藉。就是有的人在人生当中他只能锦上添花，就是你们好的时候他们会来祝贺你，但是可能你们陷入低谷的时候呢，就是有些人他是不在你们身边的，但是有的人呢，他偏偏会在你们最难熬的那个阶段陪在你们的身边。对，他会在你们情绪低落的时候送上很宝贵的安慰。那些主动来找你们的人，尤其是在你们陷入到困境和低谷当中，那些陪伴在你们身边的人，你们一定要珍惜他们，因为他们才是你们人生当中最宝贵的财富。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投币，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